2026年7月12日，新加坡的地铁环线终于要彻底连起来了。最后这3个站，也就是 Keppel、Cantonment 还有 Prince Edward Road 一开，地图上那个烦人的缺口总算填上了。其实啊，很多人看到新闻的第一反应，估计就是南部多几个站，以后上班快一点咯。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这不过就是省个10来分钟的事情嘛。但说真的，这事没那么简单。这次补上的这段路，说白了就是新加坡南部未来10几年大改造的一个底子。表面上看，你从巴西班让或者伟一科技城去滨海湾，不用再绕来绕去了，路顺了。我以前在伟一那边上班，每次要去滨海湾开会，看地图明明觉得不远，坐地铁却要绕一大圈。有时候真的会按捺不住想打车，但高峰期打车又贵又堵，真的是左右为难。这其实是因为以后大家不用非得挤到市中心去换车，南部滨海那一大片地方总算有了一个真正能扛得住人流的交通大动脉。对了，今天我们就随便聊聊这事。这3个新站到底能搞出多大动静？它影响的绝对不只是那几个住在西南部的人。我身边就有个在港湾上班的朋友，天天盼着这几个站开通，说以后去市区终于不用再多美哥挤得怀疑人生了。每天坐 MRT 的人对这种绕路的痛苦感受最深。过去这么多年，黄线在地图上看着就让人难受，下面总是差那么一小段，明明西南部和滨海湾离得挺近的，但你就是没法直接过去。我有个住巴西班让的亲戚，平时要去宝门廊那边办点事，或者转车去其他地方，经常得先往北绕一圈，或者硬着头皮坐到多美哥、来佛士坊去换乘，那种感觉真的很心累。早上早高峰的时候，只要换乘站稍微堵一下，人一多，整个早上的心情都毁了。现在 LTA 已经说了，2026年7月12日这3个站正式投入服务，7月4日还有个开放日，大家可以先去凑凑热闹。有意思的是，他们公布的那个班次时间，繁忙时段大概2分钟一趟，平时大概5到6分钟。2分钟一趟是什么概念？基本上就是你走到月台，车就来了。这说明 LTA 早就拿数据算过了，这条线以后肯定会有大量的人跨区坐，它绝对不是随便建一段轨道摆在那儿好看的。那些原来被迫绕路，在换乘站挤成沙丁鱼的人，终于有了一条更正常的路线。不过说起来，这几个站选在南部这个位置，其实还有点别的原因。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政府花这么大力气，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大家上下班而已。刚才说到这3个站的位置，其实挺有讲究的。Keppel、Cantonment、Prince Edward Road， 他们刚好卡在新加坡未来最重头的一片开发区上，也就是 URA 一直提的 Greater Southern Waterfront 南部滨海新区。说起这个新区，很多人可能没什么概念。你去看看现在的巴西班让码头，那一排排的集装箱，未来全都要搬去大市。空出来的地盘，那可是黄金地段啊！这片地方从巴西班让一路连到滨海南，以后可不只是建几个 BTO 或者公寓那么简单，是要搞大动作的。住宅、办公楼、海滨步道，全都要重新大洗牌。那肯定有人想，非得先把地铁修好才能搞开发吗？其实是因为新加坡搞城市规划套路一直都没变过，就是交通一定要走在最前面。说白了就是在你把大批人口和公司弄进来之前，路和地铁必须先铺好。不然你想啊，新区一建好，大家开车坐巴士，路面马上就得瘫痪。就像之前的汤东线一开通，东海岸沿线那些以前觉得挺偏的地方一下子就活了，周末去那边喝个咖啡吃个饭的人都多了，企业也更愿意搬过去，毕竟交通方便嘛。环线在南部闭环，
也是这么个理，先把运力砸下去，给未来10几20年的发展腾出空间。最近网上有些声音说，这几个新站一开，附近的房价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听一个做房产中介的朋友说，确实有不少人在打听。但说实话，南部滨海这可是个跨度10几年的超大工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全部建好的。政府砸这么多钱搞重型轨道交通，其实就是给这片区域打个地基。地基弄好了，上面的高楼大厦才能慢慢盖起来。短期的炒作可能吧，也就那样。真正要看的是长期的变化。咱们换个角度看，这最后一段环线连上之后，新加坡的整个地铁网络结构其实也跟着变了。以前我们的地铁线，像红线、绿线，基本都是把人从外围往市中心运。早些年城市还没这么大，大家都要去 CBD 上班，这种设计挺好用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啊，你可能住玉廊，但在尾一上班，或者从港湾去巴耶利觉，结果因为以前的线路设计，你还得跑到市中心去换乘。那些根本不需要进城的人，硬生生把多美阁、政府大厦这些站挤爆了。我看过网上的吐槽，说早上的来佛士坊简直就像打仗一样。黄线一开始建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把人横向分流掉。但只要它没闭环，这个功能就是半吊子。现在好了，圈终于画圆了。你去过东京就知道，山手线永远是最挤但也最方便的，因为大家都靠它在各个区之间穿梭，不用非得进到最核心的几个站去转车。新加坡虽然没那么大，但其实大家出行的习惯也在变，把那些跨区的人留在外围的环线上，别全往中心挤。一个城市要是没有这种环状分流的东西，中心点真的很容易崩溃。这里还有个挺实际的问题，就是万一哪条线坏了怎么办？以前黄线在南部是断的，要是红线或者绿线在市区出点故障，大家连绕路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去排队等免费巴士。那天看到一个安迪在巴士站急得直抹眼泪。闭环之后，就算市中心某一段停运了，大家至少还能反方向坐黄线绕过去。虽然不一定能完全解决问题，但至少不会让整个城市的交通一下子死掉。所以这3个站真的不光是省几分钟的事，它是在给整个交通系统买一份保险。肯定有人会嘀咕，就这么短短的一小段路，怎么修了这么多年？其实啊，越是靠近市中心的老城区，在地下挖洞就越要命。你想想，南部这块地方早就建得密密麻麻了，地面上天天塞车，周围全是高楼大厦，地下更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水管、电缆、下水道，什么都有，还得避开上面建筑的地基。这根本不是在空地上随便挖坑，这简直就是在给城市做微创手术。我之前路过 Cantonment 那边，看到那个老火车站，当时就想，在这底下修地铁，这帮工程师估计头都大了。你要知道，新加坡的地下管线比蜘蛛网还复杂，工程队不光要把地铁站挖出来，还得保证地面的老房子不能裂，马路不能塌，大家的正常生活还得继续。这种工程最折磨人的，往往不是那些看得见的大动作，而是那些看不见的条条框框。你要测土质，要移管线，要防着地面沉降，还要控制噪音不被居民投诉。最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地铁准时进站，冷气很足，刷卡出站很顺滑，但背后真的是工程人员熬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搞出来的。新加坡搞这种基建风格一直挺明显的，宁愿慢一点，也要在这么密集的城区里把事情做得稳妥。很多时候政策说出来容易，真要在这种复杂环境里落地，里面的水深着呢。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这个黄线闭环牵扯的东西挺多的，一头连着我们每天上下班那点事，另一头
连着南部滨海未来的大计划。对住在西部或者南部的朋友来说，这绝对是个好消息。对那些打算在新加坡长待的人来说，这也是个挺明确的信号，告诉你未来城市的重心可能会往哪边挪。不知道你们的通勤路线会不会因为这3个站发生改变，或者会不会考虑搬到这附近住？你们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因为修地铁，周围环境大变样的事情？跟我说说。行，今天就聊到这儿，下次再扯别的。